王参将，这降书你赶紧签字盖章。外面铁浮屠已经连破了13道防线，这天渊关今晚必破。咱们拿着降书换条命回京城，岂不美哉？李公公，这可是割地卖国啊！若是朝廷怪罪下来，朝廷，陛下现在恐怕已经准备后事了。大宣的气数尽，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赶紧盖章。外面的弟兄在拿命填城墙，居然在这里吃酒写降书，还要把北方13州割让给蛮子，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哼！放肆！萧玄策，你算个什么东西？大都督已经被刘射中，生死不明。现在这天渊关，咱家说了算。来人，把他给我拿下！这城门一开，大选百万百姓怎么办？大都督虽昏迷，但军旗未倒。今日谁敢卖国求荣，我萧玄策便与他同归于尽。蠢货，百无一用是忠诚。既然你找死，王猛，杀了他，拿他的人头去给北龙主帅当见面礼。大都督，你醒了！林燕，你醒了又如何？现在城门将破，咱家手里可是有陛下御赐的金牌。这降书，分家割地，大凶的江山，什么时候轮到一个没根的太监来做主了？你敢掀咱家的桌子，李燕，你反了！咱家代表的是陛下，来人啊，把他给我拿下！战时最高军法，通敌叛国者斩立决。王参将，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末将愿誓死追随大都督。玄错，跟我上城墙。大都督，城门内侧的主梁已经断裂2根，顶不住了，再撞3下，城门必脆。大都督，末将愿率500敢死队开城门冲阵，为您拖延时间。依靠滑轮牵引，利用士令转动能，他的死穴在右侧单边滑轮连接处。敢死队取消。萧玄策，城楼旁那4台重型床弩的牵引钢缆能否承受万斤拉力？回大都督，床弩钢帘是百炼金刚打造，因而手臂粗细坚韧无比。但听我的命令，立刻去把钢螺卸下来，末端绑上熬煮金汁的水锅把手。没有时间解释，这是军令，立刻执行。遵命，快按大都督说的做，卸钢缆。把绑好铁环的钢缆顺着排水槽给我放下去，所有人握紧钢缆另一端，放！砸碎他们的城门！拉紧钢缆！大都督，你用了什么妖法？这不是妖法，这叫物理常识。都看清楚了，北戎蛮子不是神，天渊关今夜不倒。谁再敢言降，地上那堆肉泥就是他的下场。全军听令，准备反击。退了，大都督，蛮子退兵了，我们守住了第一波。您刚才那手简直如神锋天降。高兴得太早了，这只是试探性的先锋营，拓跋宏的60万主力还没动。大都督，那我们趁现在赶紧加固城门，把石头都搬上来。石头砸不死川众家的铁浮明，拼消耗，我们这点人塞牙缝都不够。听好，立刻传我军令，全军停止搬石头，分作3队去执行新任务。请大都督吩咐。第1队去城内所有药铺把刘航全给我拉过来。第2队去后勤营，把所有的空酒坛烈酒，还有库房里的猪油、牛油等动物油，全都搬到演武场，越多越好。药铺、酒坛，大都督，这是要给弟兄们疗伤壮血。不该问的别问。第3队最重要，去城里所有100年老墙的墙根，还有那些茅厕的底部，把那些霜状的泥土全给我刮下来。刮茅厕，大都督，这大敌当前的，想活命就按我说的做。半个时辰内我要看到这些东西。末将遵命。住手！大都督，这小兄弟肠子都快出来了，老朽正准备用香灰给他止血。用这种全是杂质的灰按在开放式窗口上，你不是在救他，是在杀他。破伤风和败血症会让他活活疼死。什么风？大都督，祖祖辈辈都是这么治金疮的呀，不用灰血止不住啊！立刻去架大锅烧开水，所有的水必须煮沸半个时辰，去把城里最烈的烧酒拿过来。是。听着，伤口化脓溃烂，是因为有肉眼看不见的邪毒进入了血液，香灰和脏手就是邪毒的温床。咬住木棍，忍着点。烈酒可以杀死邪毒，沸水煮布可以拔除脏污。从今天起，
所有医护人员触碰伤员前必须用皂角洗手，所有绷带必须开水煮沸，所有情房必须用石灰水泼洒消毒，保持通风。洗手、烈酒、沸水，妙啊！老朽行医30年，竟从未想过如此防范外囚之法。大都督真乃神医降世！大都督，属下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跟蛮子拼了！你们都是大炫的英雄，好好养伤，等伤好了，我带你们回家。提纯后的硝石7成板，木炭1成板，硫磺1成，一点都不能错，给我死死记住这个比例。大都督，这1硝、2硝、3木炭的方子，以前工部也搞过火树银花，但除了听个响，根本炸不死人啊！工部那帮蠢货，火药没有经过颗粒化处理，燃烧不充分，装有量和密闭性全错，当然只能听响。玄策，你真以为我要做爆竹？来看看这个，这个叫高炮片8。动物油脂保证火焰附着在铠甲上无法被水扑灭，密闭的酒坛能让黑火药产生极端的压力，里面的铁钉就是死神的镰刀。就凭这泥巴罐子，能破铁浮屠的重甲？很快你就会知道了。大都督，北戎趁夜色摸上来了，是他们的精锐狼骑兵，足有3000人，没有点火把，已经快摸到城墙脚下了。来得正好，正愁没地方试枪。玄成在，带上所有的弟兄，抱上坛子，跟我去给北戎的远道之客放一场最灿烂的烟花。大选人肯定都在睡觉，冲上去砍下林燕的人头，赏黄金10000两，杀！你们的战术落后了整整1000年。点火，装神弄鬼，放箭，杀了他们！给我走！酒还有猪油，大孝人穷疯了吗？拿饭菜来砸我们！水，快拿水来！这不是凡火，这是天火，是大小人的妖术！快跑啊！这就叫火树银花。大都督，蛮子这回算是彻底被打破了胆，至少3天内不敢再攻城。弟兄们终于能闭眼喘口气了。喘气？谁告诉你们战争结束了？大都督的意思是，防守永远是等死。刚才那3000人不过是北戎用来探路的炮灰，60万主力如果真压上来，凭我们这几千残兵和那些坛子，绝对守不住。那我们该怎么办？死守是死，难不成我们还要冲出去跟他们打野战？那可是60万铁骑啊！野战？不，我们要去给拓跋宏送一份见面礼。去，从活着的弟兄里挑300个胆子最大、跑得最快的。不要重甲，只要皮甲。300人去劫营，大督府，这无异于以卵击石啊！北戎先锋大营虽然后撤，但也有整整3万人，营房连绵10里。军事常识第1条，人在极度惊吓后退回安全地带，生理和心理防线会在1个时辰内降到最低点。现在的北戎大营就是一群惊弓之鸟。听好，300人全部把脸涂黑，兵器用黑布缠紧，防止反光，马蹄裹上棉布，带上剩下所有的燃烧罐，5分钟后城门后集合。末将愿亲自带队，誓死完大都督军令。你留在这里守城，这次行动我亲自带队。大都督不可，您是全军主心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废话少说，在我的字典里，指挥官从来都是冲在最前面的。执行命令。目标：正前方敌军后勤粮草区和战马围栏。记住，我们不是来杀人的，是来放火的。大都督。蛮子的巡逻队1刻钟1趟，哨塔上还有弓箭手，咱们怎么摸进去？解决掉，看我的手势行动。3人为1小组，交替掩护，把所有的燃烧罐全部给我埋在粮草堆下面和马厩的围栏边，引线拉长，汇聚到1点。怎么回事？敌袭！是大兽人的天火又来了！快列阵！
大都督，咱们300人把3万人的大营给毁了。目的达到，见好就收，发撤退信号，交替掩护，撤回天元关。大帅，救命啊！先锋大营没了！3万先锋，3个时辰就没了。天元关里不过是些残兵败将，林燕那个废物，哪来的本事吃掉我的先锋？不是林燕，他好像变了个人。昨夜他们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术，炸碎了攻城岗和3000狼骑。今天黎明他又带人摸进大营放火，战马受惊，3万大军被战马践踏，死伤过半，粮草全烧没了。欺人太甚！大帅，给我5万铁伏兵，我这就去把天元关踏平，把林燕的脑袋拧下来给您当夜壶。站住！趁夜偷袭，精准打击后勤，利用爆炸引发炸营，一环扣一环。这绝不是以前只会死守硬拼的林燕能打出来的战术。有趣，大炫这棵烂透了的枯树里，居然长出了一根毒刺。大帅，那我们现在该如何？大军还要按原计划压上吗？传令，全军停止前进，就地安营扎寨。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天元关10里之内，违令者斩。大帅，未知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没有摸清楚那个天火和林燕的战术意图之前，去把安插在大温京城的暗哨全部唤醒。我要林燕从昨晚到现在的所有情报，事无巨细。大都督威武！大都督300破3万，天元关之围解了。这只是缓兵之计。拓跋宏没有被激怒，而是就地扎营，说明敌军主帅是个极度冷静的对手。他看穿了我们的虚实。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关内的粮草最多只能支撑3天了。外部的危机暂缓，现在该解决内部的毒瘤了。萧玄策令，听令，你带2000人守天元关，将剩下的燃烧罐全部布置在城墙上，给我集结剩下的3000精锐铁骑回京。回京，大都督没有圣旨擅自领兵回京，那可是死罪啊！圣旨，朝廷马上就要向北戎人投降了，皇帝都要逃了，老子在前线拼命，这群猪狗不如的软骨头却在后方断我的粮草。我要清君侧，杀奸臣。大都督，按照这个速度，明天傍晚就能抵达京师。弟兄们已经跑了4个师不了了，马要不要歇一刻钟？不能停，换马，继续冲！京城里的那帮软骨头，现在恐怕连投降的白旗都封好了。再晚半步，大雄的江山就改姓了。大都督，咱们这次回去真要夺权吗？那可是要背上千古骂名的呀！千古骂名，那是写给死人看的。我林燕只认一个领袖，才定将往老子最高的位置。一起全体勒马，狄元振保护大都督！哈哈哈哈！大少的缩头乌龟们终于敢出城了。拓跋主帅猜的没错，你们果然想跑回京城求援，可惜这条路已经被老子切断了。北戎狗贼就凭你们2000轻骑也敢拦我们大都督的去路？弟兄们，随我冲锋，列身形阵，直接凿穿他们！蠢货！我们在谷底挤成一堆冲过去，就是活靶子。大都督，散战会被敌军分割屠杀的呀！忘掉你们学过的所有阵法，全军听令，立刻散开！现在按我在演武场教你们的新战术，3人为一小组，呈品字形散开，长枪手居前主防，刀盾手在侧主攻，弓弩手在后主射，以组为单位，交替掩护，像锯齿一样给我切碎他们！哈哈哈哈！林燕是不是脑子坏了？居然自己把阵型散开了！弟兄们，随我冲下去，把他们像切西瓜一样剁了！这是什么邪门阵法？为什么冲不垮？大都署神机妙算，这3-3制简直是乱战的克星！弟兄们，杀光他们！擒贼先擒王，物理学第一定律：动能等于质量乘速度的平方。将军死了，快跑啊！大都督，敌军全溃，我们以不到100人的伤亡，斩敌1200余人，大获全胜。别高兴得太早，拓跋宏的游骑兵渗透到京师防线50里内，说明京城外围的3大营已经全军覆没，或者主动撤了。大炫的国门已经形同虚设，没时间打扫战场了，抛下所有辎重，风速前进。今天日落之前，必须看到京城的城墙。我们在天约关拿命挡住了北戎主力，这帮老东西居然主动投降，冲进城去，杀了这帮老贼！大胆！陛下已在太庙祈福，朝廷已经决议向北戎称臣纳贡，你竟敢擅自领兵回京，意欲何为？还不快快放下兵器，下马受缚！哼，
老匹夫，你给北戎人开门，却把大勋的将士关在门外，你管这叫保全生灵？林燕，没有陛下的圣旨擅自就是谋反，诛九族的大罪。我林燕今天就是反了。赵虎，把从天渊关带回来的10坛高爆黑美药全部给我推到城门底下。遵命。我数3兽，城门不开，老子就把这正阳门炸成平地。1、2。他疯了！李燕是个反贼！禁军放箭，给我射死城下这群叛军！开门！3。大都督，守城的弟兄们不愿做亡国奴。张阁老锁了城门，我们把督战官宰了，恭迎大都督回京，保卫大圣。赵虎，留1000人接管9门防务，任何人胆敢擅动，就地格杀。剩下的人跟我直扑太庙。陛下，北戎铁骑已经抵达了天渊关。为了保全生灵，老臣已派人去给北戎主帅递交了降书，只要陛下肯让位，北戎主帅答应绝不屠城。满朝文武皆言响，朕终究成了亡国之君。朕没有胆子上阵杀敌，这把火就当是谢罪了。点火吧。林燕，你竟敢擅闯太庙，对朕无礼！大胆林燕，没有圣旨擅自领兵回京，还敢惊扰圣驾，你是要造反吗？御林军，把他给我拿下！陛下想死可以，但不能是现在。弟兄们正在用血肉之躯挡北柔人的铁扶持，他们没吃一口饱饭，没领1分军饷，却死战不退。而你们既不发援兵，也不给粮草，反而商量着怎么把国家卖个好价钱，一派胡言。我等是为了保全京城百姓，你懂什么？我来教教你们什么是天下大局。北戎大营被我烧了，3万先锋被我宰了，天渊关现在还牢牢插着大炫的战旗，只要有我在，大炫的国门就塌不了。你说什么？天渊关没破，北戎先锋败了。大都督，朕不用死了。不用死了，但大兄的规矩得改了。林燕，你想干什么？老夫是内阁首辅，当朝正一品，你敢杀我？大兄战时最高军法第3条，大敌当前，蛊惑军心，私通敌国，开城投降者，无论是谁，斩立决。不，我是为了江山社稷，我是首辅，你没有权利在地狱里去和江山社稷辩经吧。从现在起，大训帝国进入全面战备。第1，废除内阁；第2，查抄所有主和派大臣的家产，1分不留，全部充作军费；第3，陛下立刻拟旨，封我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您只需要当一个不用管事的吉祥物，听懂了吗？懂了，朕立刻拟旨，封你为大元帅。明天早上，我要看到全城所有铁匠铺的炉火重新烧起来，战争才刚刚开始。大都督，户部天天跟我们哭穷，说国库里只剩老鼠，连将士的糙米都发不出来。结果光张阁家抄出来的现银就足足有300万两，后面还有5座大粮仓的精米。大项的国库都叫这些蛀虫掏空了。大都督，按您的军令，我们已经查抄了所有主和派官员的府邸。这群蛀虫的钱粮加起来，足够咱们大军吃3年。要不要把他们9族全砍了？我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杀张阁岛是为了立威和夺权，钱粮全部充公。至于那些家属，没收财产后全部逐出出境。我要的不是滥杀，是绝对的战争资源控制。传我的军令，从今日起，京城所有青楼即刻关闭，全城实行粮食配给制。任何人胆敢囤积哄抬物价，就地正法。我要把这座腐朽的京城变成一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遵大都督令。什么人？大都督在此执行军务，闲杂人等滚开！民女沈南桥，沈氏商行大掌柜，见过林大都督。民女不是来捣乱的，是来解大都督燃眉之急。沈家就是那个跟朝廷做生的沈家，来得正好。我刚抄了张阁老的家，下一步就是你们。大都督靠抄家固然能解一时之急，但这3000万两白银买不来火药，也变不出精铁。等抄来的钱花光了，您的军队吃什么用什么？抄家是杀鸡取卵，大都督真正需要的是源源不断后勤补借。跟我谈生意。张阁老把持朝政时，处处打压我们这些实善商家。现在大都督掌权，民女愿将沈家变成国的300家铁匠铺、50条漕运船队，以及所有销字硫磺的进货渠道，全部无偿献给军方。全部无偿？你图什么？我图大都督手里的特权。只要大都督让我们沈家代理所有打仗用的物资，京城若破，我沈家一样灰飞烟灭。不如拿出全部身家，压大都督能赢。好一个奇女子，够贪，够绝，也够聪明。这块令牌给你，从今天起，
你沈南桥就是大宋军需总管。3天之内，我要全京城最顶尖的火器工匠全部集中到西山营地。沈南桥绝不辱命。大都督，您看，这是按您的图纸，老朽带着10几个大将，没日没夜纯手工敲出来的火枪。这枪管的钢火绝对是大玄第一流，包管一枪打穿蛮子的重甲。纯手工敲出来的？是啊，大都督，每一把都是大将倾注了心血，精雕细琢，绝对的好东西。把地上的零件装回去，让这2把枪能重新开火。这不行啊，大督帅，张铁匠打的枪管只能配张铁匠磨的撞针，每把枪的尺寸都是不一样的。废物，这种狗屎东西也推上战场。在战场上，士兵的火枪一旦损坏，难道还要跑回京城找原本的那个铁匠来修吗？战场上如果零件不能互换，一把枪坏了一个小零件，这把枪就成了一根废铁棍。大都督的意思是，每一把枪每一个部件都必须做到尺寸分毫不差，这怎么可能做到？人工锻打总会有误差的。人工有误差，那就不用人工去张良，用模具。听好，从今天起实行流水线生产。第1组不要你们打枪，全天只负责用固定模具校筑同样的枪管。第2组只负责打磨同样尺寸的撞针。第3组只负责制作木质枪托。最后由第4组将所有互通的零件组装起来。大都督，这是神仙传授的仙法吗？如果真按照这种分工，既可解决尺寸问题，速度也能提升不少啊！分工协作，标准统一。大都督，您不仅是个军事天才，你也是个商业奇才啊！给我10天，我保证营地每天能产出500把一模一样的标准火枪。沈南桥，让你的商队不惜一切代价去搞红铜和精铁。流水线建好之日，就是我们打造红银大炮之时。我要让拓跋宏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血肉横飞。开城门，给我们吃的！达官贵人天天吃肉，我们却只能吃草根啃树皮，反正都是饿死。弟兄们，跟他们拼了，冲进去抢粮啊！退后！再敢冲击城门，杀无赦！弓箭手准备！住手！谁敢放箭，老子立刻砍了他脑袋！大都督，流民即将哗变，冲击京城防线，如果不镇压，镇压！他们都是大麻子民，不是北戎蛮子。你们的剑到底是用来杀敌人，还是屠杀百姓的？我是大训天下兵马大元帅林燕，我知道你们饿，我也知道这该死的朝廷欠你们，但城里的粮食是用来打仗的，不能白给。那大元帅的意思，眼睁睁看着我们饿死，那你还不如现在就杀了我们。我林燕的字典里没有白吃的午餐，更没有饿死的孬种。从今天起，全面推行以工代战。城外西山挖煤炼铁修炮台，只要肯干活，我林燕保证你们顿顿吃得饱。至于你们当苦力太可惜，我要招募10万新军，我的兵不仅管饱，而且3天1顿肉，安家费10两银子。如果战死，抚恤金翻倍。你们的爹娘本元帅来养。大元帅，你说的可是真的？那是当然，但我的兵可不是谁都能当的，吃不了苦的滚，不服从命令的滚。现在不怕死的站到左边来，都起开！我们赵家村的必须站在一起，我爹是族长，都得跟着我。刚才谁说要听他的？大元帅，打仗讲究个照应，老家的规矩。规矩，在我这儿唯一的规矩就是我的规矩。在我的军营里，没有宗族，没有帮派。从你们穿上这身皮开始，往后就只有一个身份——军人。在这里，只有长官和士兵。我只要你们记住2个字：服从。带着你的臭毛病滚出军营，安家费取消，把它插出去。我的军队不需要刺头，我只要绝对的服从。挺胸，收腹，抬头，眼盯前方，向右转，齐步走。错，左脚先迈，左右不分的东西。把你们的腿抬高，落地要砸出坑来，要让大地跟着颤抖。沈大掌柜，您说说，大都督是不是魔怔了？每天耗费成吨的白米，就教他们向左转，向右转，这走得再整齐，能把北戎的麻子走死吗？赵将军，你不懂，一群人走路叫散步，10万人一个步调，那是海啸。大都督这是在磨刀。赵虎，带上你的3000精锐老兵，全部上马，不拿兵器，以最高冲锋速度直冲中军大军。大元帅，战马冲锋，他们连兵器都没拿，这会把他们活活踩成肉泥的。执行命令，如果这都扛不住，那上了战场只会更加崩溃。给我冲！老兵营，随我冲锋！勒马！
哪里是人？这分明是一堵不可跨越的叹息之墙。好，你们终于有点军人的样子了，拿上你们的武器，接下来战场由我们来主宰。东家，完了！刚从江南调过来的3万斤极品硫磺，还有准备送去兵工厂的200头猛火油，全炸了！怎么会起火？我千叮咛万嘱咐，库房方圆50臂内严禁一切明火。沈大掌柜，这天干物燥的，肯定是火药粉人自己燃起来了，或者是雷劈的，这纯属天灾啊！天灾？我灵验词典里从没有天灾，只有人祸。白磷混合了西域火油，这东西燃点极低，温度稍高就会自燃。这东西至少在3个时辰前就被藏在了库房。大元帅，这京城鱼龙混杂，难免有几个江洋大盗。江洋大盗偷的是金银，烧我的军需干什么？北饶蛮子就在57外扎营，拓跋宏按兵不动，就是等藏在京城里的老鼠毁掉我的兵工厂。库房被炸，30条人命，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要你这巡防营何用？赵虎，把这个废物扔进西山敢死队。从现在起，京城内部防务由我的新军全面接管。敌在暗，我们在明。他们既然能烧仓库，就能烧兵工厂。北戎的暗桩在京城经营了数十年，盘根错节，一般搜查根本抓不住他们。普通搜查当然没用，对付间谍得用点特殊手段。赵虎，立刻去新军大营，挑500个最定机灵、长相最普通的士兵，单独成立情报司，代号暗部。拓跋宏想玩阴的，我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谍报降维打击。报告大都督，按照您的网格化追踪法，我们没有去查北戎人，而是查了全城37家米铺、布庄和当铺最近5天的流水异常。说重点。资金链是所有间谍网的死穴。大都督神机妙算，我们发现城南的福源茶楼明明生意冷清，但他们每天消耗的粮食足够50个壮汉吃。而且这家茶楼的掌柜每逢单号都会在城外土地庙的香笼里埋一个蜡丸。死信刀交接法很古老但有效。大都督，我这就带人去把那茶楼平了，把那掌柜宰了。蠢货，反间谍第一律则抓活的。我要的是北戎潜伏在京城的整个情报网名单。林大都督，你抓错人了吧？这是想屈打成招？吴立汉，北戎英郎卫千户，潜伏大凶京城12年，用刑那是最低级的审讯方式。你的副手送蜡丸的那个伙计叫巴图，对吧？我不认识什么巴图。半个时辰前，我们在城外抓住了巴图，现在他被关在隔壁。你俩是同样的处境。我的条件是，第一个开口的人拿1万两白银回大草原，而第二个将毫无价值。我会把他的脑袋送到拓跋宏那里。炸我！草原的勇士绝对不会背叛，巴图也不可能开口。哦，是吗？那你解释一下，我为什么知道这份名单？城东打铁的王麻子，城西卖豆腐的李寡妇，户部侍郎府上的管家，一共36人。这是你的整个情报网。还有，你们的密码是用大凶签字字第2页作为密钥，倒序排列。我说的对吗？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巴图连密钥都没见过，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巴图不仅招了，他还告诉我，你为了表功贪没了拓跋宏发的活动经费。你觉得，如果你活着回去，拓跋宏会怎么对你？我全说，大都督给我一条生路。兵部里还有一个尚书是我们的内应，我把他的信物交给你，密码本就在茶楼地下室的第3块青砖下面。这个男人的脑子比火枪大炮还要可怕1万倍。大都督，全部拿货！北戎在京城的眼睛被我们彻底戳瞎了，拓跋宏现在成了聋子和瞎子。大都督，内患已除，10万新军的火器也装备了3成，我们是否要趁机休养生息，固守京城？固守，防守永远赢不了战争。拓跋宏想跟我玩阴的，来而不往非礼也。现在密码和联络渠剑全在我们手里，赵虎，让暗部立刻用这套密码向50里外的北戎大营以及更远方的北戎可汗王庭分别发一份绝密情报。大都督要给他们发什么假情报？反间计中最高级的一种，我要告诉北戎王庭的细作。拓跋户拥兵60万，为什么长达半个月按兵不动？因为他怕大都督的火气。因为拓跋宏已经和大炫的林燕达成了秘密协议，他按兵不动，消耗北戎国力，想在北方自立为王。杀人诛心，北戎可汗本就多疑，拓跋宏手握重兵，又是皇族旁吏，这种流言一旦传开，拓跋宏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北戎内部必定大乱。拓跋宏不是喜欢谍战吗？那我就用一纸流言逼他这位军事天才走投无路，等北戎可汗催他进军时，就是他带着60万大军来踩我为他准备的钢铁雷创之日。大都督，按照您给的泥膜铸造法方式进行生产的，这是第一批的20门红银大炮，我们加厚了炮膛，绝对不会炸膛。是炮，目标铁浮屠重甲，装填火药，压实，上实心铁弹，点火！这300步外，一炮射穿4层铁舷轮。大都督，这也太恐怖了吧！北戎蛮子就算穿10层，大都督如何？威力还可以，但实心弹杀伤力太低。老孙，让流水线立刻赶制霰弹，
把铁弹里装满小铁珠和隧道片，等敌军骑兵冲到100目的距离时，换扇弹开火。100步放铁珠，那炮口一开，岂不是暴雨梨花？前方100步之内，人马皆碎成肉泥。大都督过，这大炮太毒了。哼，对付侵略者没有毒不毒，只有死不死。沈南桥，除了这20枚大炮，火枪的进度如何？回大都督，西山流水线火力全开，1万把经过您改良的碎发枪已经全部完成，不需要点火绳，下雨天也能打响，射速还提高了1倍。很好，武器有了代差，现在该教教那帮新兵怎么进行降维打击了。你们手里的火枪能射穿蛮子的皮肉，但它的致命弱点是装填太慢。如果你们还像以前一窝蜂的开枪，等你们装弹的时候，敌军的骑兵就会把你们的脑袋砍下来。请大元帅教破敌之法。现在我要教你们另外一种打法，3段击，全体都有，听我口令。第一排举枪开火，第一排开火完毕，立刻退到第3排装弹。第2排上前一步填补空位，举枪开火。看到了吗？哈哈哈！只要你们严格服从纪律，不要自乱阵脚，这连绵不绝的弹雨就是一堵死神之墙。拓跋宏的铁符阵就算跑得再快，也永远冲不到你们的面前。他们只会在绝望中变成一堆烂肉。大元帅，有了这战阵，咱们立刻出兵打下拓跋宏的狗眼。不急，猎物还没有被彻底逼疯。算算时间，我送给北戎王的那份大礼应该起作用了。拓跋督帅，大可汗的12道金牌，你全当耳旁风吗？听说你早就和林燕勾结好了，准备在大徐称帝，你这是在造反！大明是为了减少伤亡，你们这些坐在王庭里吃肉的废物，懂什么打仗？大可汗就是因为被你们从中挑拨，就要逼我拿60万将士的命去填陷阱。大可汗有令，今日若再不拔营，立刻剥夺你大元帅之职，押回问斩。拓跋宏，你还敢抗旨不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蠢货，你以为我怕死？我怕的是北戎的基业毁在你们一群只会玩弄权术的蠢猪手里。大帅，您杀了大可汗的使者，这林燕，好一个林燕！你就是想逼我向你发起冲锋。好，我成全你。既然你们都逼我，那我就用这60万铁骑踏平大爽，砍下那皇帝的人头来证明。请大帅下令，全军拔营，兵分3路，直扑大硕征师。报！10万火急，北戎大营倾巢而出，60万铁浮屠主力疯了。他们没有携带任何重型工程器械，全速南下，前锋距离外围3座重镇，不足30里。大元帅，拓跋混急眼了，咱们赶紧把新军调上城前，誓死守护京城吧。大都督，火炮虽然威力巨大，但数量有限，如果他们硬攻，京师依然极为危险。传令，放弃京城外围的宣化、北固、龙门3座重镇，守军不许放一枪一箭，立刻撤回京师。大都督，那3座重镇互为犄角，是京城的最后屏障啊！要的就是他们长驱直入，这叫诱敌深入。60万大军全速冲锋，他们的粮草补给线必然极其脆弱。通知撤退的守军，把沿途的水井全部填死，带不走的粮食全部烧毁。我要拓跋宏进入大宣后，连1粒米1滴水都得不到。我不依托城墙打防守战，通知10万新军准备出城迎敌。我要在城外最开阔的平原上，把拓跋宏活活打成筛。快，把南街的那10口水井全部填死，1滴水都不许留给北戎军。城外的浮桥炸断了吗？所有能带走的铁器农具全部装车带回京城。赵将军，这可是我们宣华城积攒了3年的备用粮啊，就这么全烧了，万一我们以后打回来吃什么？大元帅军令就是要把这里变成一片绝对的死地，你留下1粒粮食，就是给敌军送上一份口粮。少废话，带着你的兵，掩护城里的百姓立刻撤向京城，延误军机，军法成事。大家不要乱！沈氏商行在沿途准备了舟棚和接应的马车，老人和孩子先上车。只要进了京城，大元帅保你们活命。大帅，您看，大宣的军队彻底吓破胆了，连这等重镇都直接放弃。我看那林燕不过是虚张声势，估计现在正躲在京城里发抖呢。不费一兵一卒，蠢货！你看看这座城，还能找到1滴干净的水和1颗能吃的粮食吗？大帅，他们跑得急，烧了粮食也正常。我们的后勤辎重部队不是带了半个月的口粮吗？60万大军每天消耗的粮草和饮水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天文数字。我们是骑兵，习惯了走到哪里抢到哪里，但现在林燕把沿途数百里变成了一片焦土。他不是在逃跑，他是在用大胸辽阔的疆土拉长我们的补给线，耗干我们的体力。传令，
全军不得在城中饮用任何水源，通知后军立刻加快运水车的速度。我们没有退路了，大可汗的杀命就在身后，必须在粮草耗尽前找到林燕的主力，决一死战。大帅，不好了！说，后方的粮草怎么还没跟上？大帅，我们的补给线拉得太长了，大炫的骑兵专门在夜里偷袭我们，他们打完就跑。昨天夜里运水车和藏草被他们用天火全烧了，战马已经整整1天没有喝水了，再走下去，战马也坚持不住了。这仗打得太憋屈了，连敌军的影子都没看到，我们自己先渴死了。大帅，咱们撤吧！撤！大可汗的监军就在后面盯着，谁敢后退一步，立斩！我已探明，前方20里的落雁谷有一条极其宽阔的大河，而且水流湍急，林燕根本来不及切断。传令全军，前方20里有充足的水源，只要跨过那里，就是大炫京城。全军扶速前进，为了北戎的荣耀，冲锋！大元帅，刚刚得到情报，拓跋宏的60万大军已经进入了您预设的路线，他们可疯了，正全速冲向落雁谷。大元帅真乃神人！我们炸毁了沿途所有的水源，唯独留下了落雁谷的那条河。拓跋宏就算知道有界，为了活命，也不得不往那个口子里钻。战略上的拉扯到此结束。拓跋宏稳住60万大军不崩溃，硬生生走到这里，已经是个奇迹。但他的奇迹今天必须终止。他想要水，可以，但我给他准备的是极其致命的钢铁洪流。南桥，西山兵工厂最后的一批压舱敌武器运到了没有？回大元帅，1000枚您亲自设计的地雷已经全部连夜埋放在落雁谷的必经之路上，绝对不会有任何差池。赵虎在，传令10万新军带上所有的红缨大炮和碎发枪，随我出城。今夜我要在落雁谷给北戎的60万大军送一场极其豪华的物理超度。大帅，这林燕是不是疯了？在平原上列阵，居然不设拒买！事出反常必有妖，林燕极其狡诈，他敢把军队毫无防护地摆在平原上，前面绝定有陷阱。大帅，不管有什么陷阱，我们没得选了。弟兄们和战马都已经到了极限。大帅，给我5万铁符蹄，我半炷香之内凿穿他的中军。北柔的勇士们，大孙的皇帝就在他们身后，给我快速推平他们，全线冲锋！大元帅，敌军重骑兵已过河，距离我军大阵还有800步、500步，他们冲得太快了。大帅，这林燕是不是疯了？在平原上列阵，居然不设拒买！事出反常必有妖，林燕极其狡诈，他敢把军队毫无防护地摆在平原上，前面绝定有陷阱。大帅，不管有什么陷阱，我们没得选了。弟兄们和战马都已经到了极限。大帅，给我5万铁符蹄，我半炷香之内凿穿他的中军。北柔的勇士们，大孙的皇帝就在他们身后，给我快速推平他们，全线冲锋！大元帅，敌军重骑兵已过河，距离我军大阵还有800步、500步，他们冲得太快了。慌什么？真正的演出才刚刚开始，等他们进入300目雷区。这是什么妖法？地下有雷火！救命啊！火炮营，掀开炮衣，换装弹药，给老子开炮！火枪营3段击，开火！打死这群蛮子！大帅，全完了，铁浮屠全死绝了！大帅有天神相助，我们打不赢的！大帅，撤兵吧！林燕，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传令，全军后撤30里，收拢残兵。大元帅万岁！我们赢了，铁浮屠被我们打成了废铁。拓跋宏还没死，北戎的主力还在，极其艰难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赵虎，通知骑兵营快速换装，该轮到我们狩猎了。